不用担心，一些小事罢了。李长寿温和地笑了笑，继续低头书写，目中光芒轻轻闪烁着。哪里能小事啊？老规矩，先讨论最坏的可能性，很有可能是自己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大劫，天道不给自己功德金身，要用这大劫磨了他。李长寿当真想写一个危字在自己的额头，心底叹了一口气。李长寿开启了空明道心进阶版贤者时刻，避免被天道干扰了自己的想法，逐条地思量着。我面前看似有千百个可能，但实际上有完整因果链的只有几个可能性。最好的可能是天道刚建了五岳神殿，天道功德一时周转不过来，但是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功德又不是天道的货币。再说了，就算是货币，那还不是天道自己想印多少就印多少，让众生承认这些白纸图像的价值。这个像极了上辈子能够操控蓝星经济的某廉储。李长寿心底自然是明白，这件事啊，很明显就是道祖老爷不想让他此时凝成功德金身。万物都有均衡，天道至公无私。从这个角度考虑，我如果得到功德金身，就会影响到某种平衡，这个才是可能性最高的答案。稍后就去找白先生，让白先生感应一下我此时的吉凶如何。经过师父转世投胎之事，李长寿对白先生的神通已经是信了80%，比他对白先生本身的信任还高了不少。说回功德金身，李长寿还有2个稳定的香火来源，海神教与天庭神位。海神教香火功德源源不断，虽然海神教早就被他限制停下了扩张，但是这一份功德也不容小觑。只是香火功德掺杂众生念力，不太纯净。天庭功德属于硬工资，每时每刻都在微微增长，虽然不如香火功德，但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功德收入了。自己此时差的本就不多了，再过600-700年，我靠着这2样功德收入，也能够将功德金身凝成。到时候天道还能如何压制？难道是在99.9%的时候突然搞个丢包和断流？这上辈子经常遇到的糟糕体验，总不能这一世还要再被折磨一次吧？灵儿，跟我来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正在发愣的灵儿连忙答应一声，跟在师兄身后。走过几个摆满了书架的房间，到了一处摆着床榻的屋舍。灵儿的脸蛋唰的一下就红透了，额头有微弱的白烟飘起。李长寿淡定地推开了一处暗格，进入了供奉着太清画像之处，点起了高香，与灵儿一同拜了3拜。一缕道韵落下，李长寿的心底莫名地变得安宁了许多，心底再次出现了2个大字，只不过这一次传递讯息的是太清道韵。安心。一瞬间，李长寿的腰杆直了，精神也回来了，心底的一颗石头落下了小半截。稳妥起见，稍后还是去找一次白先生吧。凌霄宝殿中，李长寿的心神回归时，玉帝已经嘉奖了10位阎君，赐下了正神之位。天庭今日也多了一位2阶正神，大德后土。李长寿在旁边静静地看着，看着殿内的繁华，看着那些阎君身上闪烁的功德金光，当真是想回水深府点个名菜，醋溜柠檬。玉帝陛下一句：穆公，且去瑶池知会，稍后吾在瑶池宴请诸位阎王。穆公刚要低头答应，那秦广王不由得看脸李长寿。李长寿会意，向前2步。陛下，地府轮回一刻不停，10位阎君还需要回地府继续坐镇，不然容易出乱子。陛下不如多给一些赏赐，连同这一席酒宴一同送到地府中。那就依长庚爱卿所言，穆公还是继续去知会。今日吾心情欢畅，
稍后在瑶池宴请众爱卿，与阴司诸爱卿同庆。三界稳定、苍生安宁之大业再次向前一大步。大德厚土的这封劝言，长庚你命人刻成牌，就摆在凌霄宝殿之前。穆公与李长寿同时行礼，各自领命。李长寿接十殿阎君来天庭时只是一朵白云，送十殿阎君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动用了天庭仪仗，3万天兵天将伴着4架华美的车驾自天庭直往幽冥而去。李长寿与2位阎君同乘，一路上也是相谈甚欢。就是楚江王总是嘟囔着什么这么多功德给我们有啥用啊？上古时咱们不都是深州伴着一只只黑色的小火焰儿，那是吃一些珍稀灵兽吃出来的，那才是荣耀啊！这功德能练法宝不？哎，搞个挖耳勺，每天在殿内一坐，拿着功德掏耳朵。水神大人，这功德可以给你不？我们用不到这玩意儿。啥？不能给啊？哎呦，真遗憾。如果不确定你是个憨憨，而我被天道赊账这件事无人知晓，老夫这浮尘早就甩出去了。进入幽冥界之后，秦广王笑着问：水神大人似乎积累了颇多功德，细数水神从龙族之世至今，再有那香火神教、天庭神位源源不断积累，这功德可是不少了。冒昧问一句，水神你可是用功德修行了？哈哈，借功德修行，自身的修为岂非是要靠天定，这未免落了下乘啊。水神大人所说不错。秦广王笑着颔首，此时有意回报李长寿，继续道：水神是圣人弟子，自是明白这般道理，倒是小神多虑了。只是水神，您如今与天道关联越发密切，有件事还是想与水神您说一声。哦。李长寿做了一个指天的手势，秦广王却是不在意的一笑，言道：我们虽然已脱离巫族，是地府阴司的神仙，但说这个也无妨。巫族是盘古神血脉，天道哪怕不喜欢巫族，也须得给盘古神几分颜面。水神可知天道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？李长寿老老实实的摇头，他想拒绝这个话题，心里却隐隐的感觉到秦广王的这一番话对自己今后的道颇为重要。闻一首自己就随便听一听，心底坚定不信就是了。天道最初是一股意志，盘古神的一股意志，让天不塌，让地不陷，让万灵能有存活之地。正是这股意志不断演变，不断变化，与天地间无数大道形成共鸣，才有了天道的雏形。盘古神开天，49府不只是化开天地，斩杀了3000混沌神魔，还理顺了众多大道，让道与真灵脱离混沌，有了秩序。盘古神最后的意志与大道共振，才有了保护这天地的最初天道。道祖老爷所言的大道50，天眼49，便是这般道理。也正如此，巫族脱胎盘古神血脉的12位祖，最初就拥有操控天地间大道的本领。大祖执掌乾坤，2祖执掌万物生灵，其他各族掌握金木水火土5行，风毒雨电4力，与无法逆转，只能提速或者放缓的岁月大道。若非远古时曾守护36品青莲的祖龙始凤，拥有接近大道圣人的实力，而巫族的祖们尚未摸索出自身精血化生族人之法，不然远古时巫族就已兴起。说多了，让天道产生第一次蜕变，就是龙凤大战最激烈的那万年，天地破碎。自那以后，或许有些矫枉过正了。天道成型，开始逐步削弱生灵实力，12族与大道的直接联系被切断，他们的实力折损了小半。万物之族汇聚于不周山顶，组建上古妖庭，背后也有天道以及道祖老爷的影子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合乎道理，但又有些不对。若是逐步削弱生灵实力，为何会有6位圣人老爷？二祖说过，6圣皆是功德成圣，实则是无奈之举。除却某位总是被人诟病的圣人老爷之外，其他几位圣人老爷都是远古大战活下来的大能，都有立地成圣之责。太清老爷更是只差最后一小步。上古时我曾听二祖说，鸿蒙紫气就是一道枷锁，
我要成圣，就必须得为自己套上这个枷锁，成为天道之基，不可与天道为敌，不得毁坏洪荒天地。所以六圣归位，天道完成了第3次蜕变，才有了今日近乎无所不能监察众生的天道。远古时天地间哪里有长生金仙劫呀？先天生灵半道而生，根本没有死的概念。当时自身寂灭便是归于道，真灵反的虚。上古时天地间除却业障太深者，又哪里有成仙劫？李长寿闭目凝思，心底不断的思索。秦广王故意忽略的第2次天道蜕变，就是指的道祖3次紫霄宫讲道，将道门之火洒遍天地间，而后自身合道。龙凤大劫，天道成型，道祖合道，天道发展，六圣归位，天道完善。对水神大人说了这么多，其实还要说回来，水神若求逍遥自在，自身之道还是莫要沾染功德为好。水神这些功德最好还是炼制保护，或者干脆攒够了个免死金身。善，多谢阎君点醒。这些上古活下来的高手果真是暗藏不露，世上远远不止一个聪明人。水神与巫族不同，巫族虽天生神力，上限却被写在了血脉，与祖间隔越远，血脉越稀薄，想突破就越发困难。还是人族趋近于完美，不想修行可在凡俗生活，想修行也可踏一条求道之路。唉，吾与妖输得不冤。李长寿笑了笑，注视着车架之外的昏暗幽冥天，保持着空明道心的他，思绪却渐渐飘远。秦广王的话很委婉，但是李长寿自是听明白了他想要表达什么。与天道的关联最好要掌握一个度，可以成为天道的棋子，但努力的方向不应使成为天道的傀儡。这个道理李长寿这辈子3、4岁时就知晓了。上辈子创业之前，他也混过一段时间职场，人生阅历还算是丰富，就是见到了一些被公司榨干了价值，失去了灵光和头发的中年危机者。被公司无情扫退，他才决定迈上自己掌控自己人生之路。当时想着苦一点没关系，后来熬过来了，快要实现财务自由超脱了，身体却垮了。世事无常啊，既要眺望未来，也要珍惜当下。等会儿没事了，就去奖励奖励师妹吧。这一波罚他抄10遍小琼峰复合大阵的各处细节吧，总抄稳字经也是怪单调的。灵儿这半年没少帮忙。反西天仙道联盟进行得如火如荼，灵儿熟络这一份差事之后，李长寿确实是省了不少心。此时已经是有数十个大势力明确表达了联合的意向，预计10年之后初次会盟。凌天殿那边也不知道具体情形如何了，李长寿每次用指导人微微感应一下，发现各位都很忙碌，就没有去打扰。稍后去见白先生的时候，刚好仔细了解一下。按下心事，李长寿继续与2位阎君聊天话家常。路过东侧雄关时，李长寿见灵桌子正跟牛头马面在峰顶处吃肉喝酒，心底隐隐有点担忧。所谓矫枉过正，我该不会教出一个叛逆少年吧？应该不会，巫族骨子里面也没有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，他们还是我命由嘴不由胃更多一些。看着在丰都城外已经开始新建的幽冥屋，李长寿微微一笑，待地府验罢，回天庭复了命，自己刚好花1、2日光景好好的打造此地。半日后，星夜时分，李长寿的心神落去遥远的一片大千世界。指导人在白泽的袖中伸了一个懒腰，之所以不开启99的那个指导人，主要是将他身上的指导人作为备用，以备不时之需，才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心思呢。此时这指导人
或者说白泽，正处在一座规模不小的石殿中。李长寿的仙识扫过，额头挂满了黑线。石殿是用法力建造的，略微有些粗糙，但是绝对结实。石殿高台上，身披黑色斗篷的忘情上人正酷酷地坐在主位上，一言不发。白泽坐在侧旁的石椅上，身形隐藏在迷雾中，眯眼看着下方的情形，时不时满意的点点头。大殿之下，数百穿着黑色斗篷的人影在念诵着某种咒文，他们各自修为竟然在极其缓慢，但确实是能够直观地感觉出的提升。在白泽身旁还有3道藏在斗篷中的黑影，李长寿自能辨别出那是99、911与9师，而江灵儿等人混在下方的人群之中做引导之事。诵经声很快停下，完成了集体修行的这数百人站起身来，有人点亮了一座巨大的火堆，他们开始围绕着火堆缓步转动，围成了里里外外9个大圈。不多时，他们开始有节奏的横跳，再次出现了诵经声。白泽朗声道：临天殿，定临天。下方这群黑影齐声高呼：临天殿，定临天。有点企业文化那味儿了，不过这种形式怎么看着有点吓人呢？我好像交代白泽的是组建3000世界第一大势力，而不是3000世界第一黑暗势力吧？此情此景，下方这一个个炼气士拿个火把，李长寿还以为是上辈子某著名反炼组织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集会。李长寿刚要开口传声，白泽又道：为了临天殿尽快崛起，尽早抵达你我想寻到的彼岸，殿主决定增加圣女一职。现如今有2位人选都是临天殿元勋，请各位殿众表示支持，哪位就定哪位是咱们临天殿圣女。白泽的言语落下，911与9师摘下斗篷，走到高台边缘，朝着下方眺望。当下下方殿众窃窃私语，用脚投票，左右分裂。